先跟大家说声抱歉，《0日攻击》第7集海伦仙度诗，我真的没办法再用第一人称去解读剧情了。身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观众，其实一开始对这部戏是满满期待的。毕竟从最基本的人性出发，我真心不希望两岸真的打起来，也很好奇台湾导演会怎么拍。结果从第1集一路追到第7集，我的心路历程只能用过山车来形容。第1集我觉得还不错，剧情紧凑，氛围到位，让人以为后面会越拍越精彩。第2集勉强也行，算是个悲剧爱情故事。可到第3集就开始忍不住吐槽，台湾在最强芯片领域居然被轻轻松松渗透。第4集更是直接开挂，人类居然能谈恋爱，谈到跟 AI 谈感情。第5集彻底离谱，演成台湾小鲜肉爱上日本妈妈桑，我只能满头黑人问号。第6集的银王船更是拍得乱七八糟，完全像在看一部没头没尾的纪录片。终于来到第7集，看完我整个人彻底放弃了剧情，真的太荒谬了，我的耐心早已耗尽，说真的不吐不快。我不确定这样的吐槽台湾观众能不能接受，所以这一期解说我就单纯针对剧中出现的情节做分析，其他就当做看一场荒诞闹剧吧。故事一开始，屏幕上浮现一行越南文字，大意是向神明许愿时必须杀一头猪，要实现很多愿望就要杀很多猪。这句话就像咒语一样，直接定下全剧基调。愿望的代价从来都不是空白支票，而是血淋淋的生命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夕阳下的河道，一艘小船划过水面，船上坐着本集的关键角色海伦，伴随着异国风音乐，标题海伦仙度诗浮现。本集正式开始。台湾某地的一个海边小镇，男主角阿宾骑着一台挂着竞选旗帜的摩托车，车后还拖着一头小猪。大家注意看，这里到处插满了蓝色的旗帜，他协助竞选的这个党就是第1集王明芳所在的蓝色党民主党，而本次所提名的立委候选人也就是本集另一位男主角荣哥。阿宾是荣哥竞选的庄脚，帮荣哥拉票，而那头猪将成为后面一连串荒诞故事的起点。他先遇到正在处理渔获的大妈们，桌上赫然摆着对手候选人绿色党，也就是自由党李伯钧的竞选面纸。阿宾气不打一处来，立刻甩出一句话，要是我们荣哥没选上，你们的渔获卖不去大陆哦。大妈则回应，面纸就是拿来擦屁股的，但即便是擦屁股的面纸，阿宾也要换成他们蓝色党的。随后阿宾跑到槟榔摊，他开始套交情，你爸的鳗鱼苗，你的摊子都是荣哥在照顾，话语里没有一丝政治理念，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交换。槟榔西施则笑着保证，我们全家的票都是荣哥的。至此，导演用极短的篇幅精准揭露地方政治的本质，人情、利益、依附。阿宾的行程结束，带着那头小猪回到荣哥阵营，小猪挣脱，直跑到荣哥和海伦面前。这里有个小细节，除了面巾纸，连瓶装水也印着荣哥的形象，头顶还有一副巨大的牌匾，爱乡爱民。小猪是荣哥的宠物，名叫宝宝，一直托付给阿宾照顾。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小猪前腿有块胎记，镜头一转，荣哥的老婆胳膊上也有块胎记，这里暗示小猪宝宝其实原来就是荣哥的老婆。众人围在茶桌聊天，荣哥指着一把钥匙说，上次渔会总干事过来赌博，把金库钥匙压在这里抵债。荣哥朝着另一个小弟使眼色，意思是选举需要钱，而阿宾作为渔会理事理应出点力，其实暗示阿宾可以先拿着钥匙借用金库的钱。然而一个离奇事件发生了，摆在神像前的金库钥匙竟被宝宝猪吞了下去。从此阿宾的日子变成守株待屎，每天翻粪，指望那把钥匙能原封不动地掉出来。黑色幽默就在这里，地方选战的命脉居然系在一头猪的肠胃上。更离谱的是，阿宾一个不留神竟然把猪弄丢了，他和小弟到处找，却怎么都找不到。夜幕降临，荣哥与明日新闻记者李文华在夜店狂欢，人民币撒得到处都是。
荣哥一边唱着我爱人民币，一边和海伦亲密互动。注意，这里撒的是人民币，这也暗示了荣哥的背景可能与大陆有关。阿斌也喜欢越南妹海伦，但只能在一边看着，暗暗希望两人不要牵手。海伦的神秘感在此刻被放大，她寡言少语，却有种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气场，甚至连记者看到她离开时，也会被那一抹金光迷住，仿佛中了魔咒。其实到这里，本集的第二头猪出现了文华兄，这也印证了开头那句向神明许愿时必须杀一头猪。文华应该是向海伦许的愿，被海伦变成了猪。转眼阿斌带海伦来到一块空地，畅想将这块地变成一座皇宫。海伦跳了一段略显尴尬的舞蹈。回去的路上，广播电台播出记者李文华联系不上，暗示之前所说文华已被海伦变成猪。就在此时，阿斌路上遇到了一头猪，以为是原本失踪的宝宝。本来只有阿斌和海伦两人，这里不知为何突然多了个小弟，两人追猪，但实际上这头猪就是文华变的，拍片显示这头猪是公的。另外，凡是被海伦变成的猪，身上都会发光。接着，荣哥正在拜妈祖，希望自己此次立委选举成功当选，其中台词和动作都大有含义。选举了，地主会帮你办一个赢梅酒马来台湾的活动，安尼地当互咱的婚礼甲正尊做伙，时到咱就会当统一吧。影片中分灵代表谁，正尊代表谁，统一又代表什么？导演留给观众去解读，也不知道妈祖的真正信徒看到这里会作何感想。到这里，荣哥的身份已明朗，其实后面还有一段。你的意思是讲是阿强叫英国出来选的啊？你安尼讲，英国唔就废的。画面来到越南店，宝宝猪跑到店门口，海伦走出，轻抚他，并喂食。他用越南语低语：“Phu nhân, con lấy cơ thể của mình để đổi lấy vị trí của ông vậy, vậy có đáng không？” 小猪开始发光，暗示荣哥的妻子为了荣哥的地位向海伦许愿，才变成了猪。钥匙终于出现，阿斌可能向海伦许愿，希望尽快找到钥匙，但不知为何海伦没有把他变成猪。也许阿斌的愿望很单纯，只是想找到钥匙，或者海伦真的对他有好感。阿斌找到钥匙后，海伦也为他开心。随后，阿斌和小弟戴着川普普丁头套，半夜潜入余汇金库，把钱搬空，场景荒诞。拿到钱后，阿斌兴奋地去夜店找海伦，携带资金，人大喊大叫，结果被荣哥发现，钱被收回。同时，阿斌遭到惩罚。镜头中，海伦看到阿斌被发现，露出惋惜表情，也许他真的喜欢阿斌，才帮他找到钥匙。有了钱后，荣哥的小弟们帮荣哥把千元大钞一张张塞进竞选面巾纸，然后到大街上分发，这也太明显了吧？难道不会被抓？即便如此，荣哥民调仍落后李伯钧，他气得直接把刀插在阿斌的小阿斌前面。注意镜头里这两个人，其中一个叫桂博，他是本集变的第三头猪。镜头一转，阿斌和海伦在夜店双休，海伦又跳尬舞。阿斌看着他，突然心生念头。为了帮荣哥拉票，阿斌和海伦导演了一场戏。阿斌对外宣称越南妹有神明附身，是海伦仙度师，能显灵、赐愿、降价报名牌。在海伦加持下，刮刮乐中了20万，村民蜂拥而至，把选票当成贡品换取财富与好运。阿斌说，海伦先是要出前诗，4句合在一起就是藏头诗，天选秀荣，让大家把票都投给荣哥。荒唐却讽刺，我看得特别好笑。当愿望与利益绑定时，人们甘心跪拜，即便代价是灵魂。
本集第3头猪就是这个桂伯，也是在荣哥手下工作，不知许了什么愿望，结果变成猪。我原以为桂伯就是彩票店老板，但反复观看发现彩票店老板叫阿发，衣服也不同，应该不是同一人，这里就挺突然的。镜头再转，这次变成了荣哥和海伦在双修，剧中人物关系太复杂，海伦翻身而上，又跳一段尬舞，荣哥向海伦许愿，希望当选。随着选举结束，荣哥顺利当选，就在他准备发表感言时，白烟弥漫，他的身影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头戴金表的猪，这就是荣哥的当选代价。这是本集第4头猪。与此同时，中大奖的村民也越来越多，愿望实现的瞬间，正是人性彻底被吞噬之时。时间快进2个月，阿兵独自骑车经过废墟般的小镇，选站旗帜，破烂不堪，街上空无一人，所见之处不是昔日熟悉的邻居，而是满地的猪。解放军的军演声响起，局势骤然紧张。背景播报：中国在台湾海域进行联合利剑 2025F 演习。咦，等等，这不才2024年吗？这里时间显示正好是2024年2月10日，不是吗？这里时间线比较混乱，荣哥当选时爆炸案刚发生，时间也就是2024年1月13日，又过了2个月，现在2月10日，让我想想，咦，这里怎么又是9月30日？各国开始撤侨，台湾即将陷入战争。美国表示支持台湾民主，则不撤侨。美国真是对台湾充满了感情啊！有没有征求美国人民的意见啊？美国人表示，我们也想走啊。同时，阿兵和小弟都收到了征召令，看起来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了。可上一集银王船都5月2号了，还在银王船，还有一群年轻人拿着摄像机在拍，也没有人说被征召啊，没看懂。阿兵向海伦求婚，希望以结婚之名随他撤侨。两人登上船只，似乎终于迎来救赎。海关官员的眼神充满深意，远处无数头猪冒着白眼冲过来，仿佛预示下一刻阿兵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果然，在船舱里，当他们紧握双手时，白烟再度升起，阿兵的身影消失，只剩下一头带着他项链的猪。海伦低声呢喃：“阿兵，带你回越南。”我带你回越南，在那里你吃好穿好，什么都不用想。阿兵说。最后的画面定格在妈祖庙前，一群猪奔跑，字幕提醒观众，拍摄过程中无动物受到伤害。可我看到这里，我感到我的心灵受到了深深伤害。为了解说这部剧，我前前后后看了很多遍。说好的台海危机、零日攻击在哪里？这都第7集了啊！这部号称大陆公台的剧，到了第7集彻底失控。回头一看，除了第1集还能勉强贴合主题，其余几集几乎都在跑偏。前期好歹还有杜汶泽饰演的强哥勉强撑场，结果关键角色说没就没。整体来看，只能说是全面崩盘。当然，第7集并非全然无用。它唯一的亮点是毫无遮掩地揭开了选举的潜规则，金钱交易、信仰、绑架，甚至还把妈祖拖下水，硬生生变成这场丑陋交易的担保人，讽刺意味十足，可惜也只是昙花一现。真正的问题在于角色毫无成长，剧情漏洞百出，却硬被贴上魔幻标签糊弄过去。阿兵明目张胆洗劫渔会金库，却没人报警。荣哥一边夜店撒钱，一边穷到要小弟去打劫补选经费。至于海伦，从头到尾几乎不讲话，还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姿态，观众根本带入不了，人物间毫无化学反应，全片看起来就像一场冗长尴尬的即兴话剧。魔幻拍不出魔幻感，政治也拍不出厚重感，节奏拖沓，氛围松散，最后只能落得四不像。与其说是大制作，不如说是一场失败的实验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。这是我第1次建立频道，真的很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。如果你能坚持看到这里，先说一句谢谢，感谢你的耐心陪伴，也请大家顺手点个关注，给我一些继续更新的动力。
如果想看我后续继续解说，或者想听我继续吐槽零日攻击系列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见。